仿唐北虎美人图价值20元，仿青花瓷夜壶价值98元。乾隆御用珐琅彩金碗价值15亿。我去，这个装猫砂的破盆，竟然是乾隆爷的珐琅彩金碗，这一趟还真没白来，拿下，必须拿下！直说容易路线，不能暴露来意，得绕个法子慢慢套话。王老板，这个卖多少钱？好家伙，又一个不识货的冤蛋送上门了！林兄弟，这幅唐伯虎美人图来头可不小，想要的话10万你拿走。王老板，这幅画虽然画工精美，但看着这油墨反光，很明显就是上周刚印出来，就算用脚趾头想，也想不出它哪里像真的。小子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我这可是保存的极好的孤品，看你诚心想要的份上，一口价4万，40卖不卖？我进货都花了4000块，40块卖出去，那我不得亏死了？王老板别急啊，你要能便宜点，我不止买一个，其他的我也想看看。这猫叫的正好，我正愁找不到机会。王老板，你这猫脾气还挺大，还敢挠我？信不信我把你猫砂盆给砸了？没想到林老板跟猫置气，林老板快去把猫砂给扬了。我赌3包辣条，林老板不敢碰那脏东西。林兄弟，别生气，等下我就把它扔出去。算了，不跟猫计较。你这猫砂盆卖不卖？什么猫砂盆？你他妈还真跟一只猫过不去？林老板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真是语出惊人啊！哈哈，这猫遇到林老板也是倒8辈子霉了。不对，这家伙可是出了名的狐精，难道是看出我的猫砂盆有什么玄机了？不行，我得看看。等一下！说完，摊主老板便一脚踢开猫，拿起猫砂盆就仔细地观察了起来。在仔细查看之下，还真让他看出点东西。操，该不会真给他看出来了吧？操，该不会真给他看出来了吧？裘老003，这是简体字，我就是再不懂行，也知道是个现代工艺品。不过这东西分量挺重，看起来倒像是个老物件。我估计他也是看中这点，想把它拿下。既然如此，看我怎么狠狠宰他一刀！嘿嘿，我这猫砂盆可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，你要的话10万块拿走。太爷爷传下来装猫屎的，你丫的这理由编的还真是天衣无缝啊！拿来我看看。东西太脏了，我拿着看就行了。还好没被他看出端倪，10万拿下珐琅彩金碗，简直是要赚翻了！好，我要了。要了，发财了！这么明显的假货，居然没看出来。要不是脑子进水了，就是传说中的大冤种。还真把猫砂盆买下来了，要不要这么离谱？这破盆不会是古董吧？屁的古董！你会把古董拿去给猫拉屎吗？林老板这次是要打眼了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说完，林天便没有理会众人的嘲笑，而是抱着猫砂盆朝聚宝阁走去。赵大师，我这儿有件绝世好东西，不知道你老感不感兴趣？我操，王大财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就知道你小子到处去装逼，最后肯定会来找赵大师，所以我就来看看热闹。小林啊，你花10万买猫砂盆的事儿，行业内都传遍了。开始我还不信，直到王老板亲口跟我说，我才敢信。王大财，我看你不是来看热闹，是想来看我如何打眼吧？没错，我们整条街的老板都在群里打赌，看谁能让你林天栽跟头。殊不知，你今天栽在我王大财的手里，花10万买一个现代的猫砂盆，看来你的神眼也不过如此。哦，是吗？那不好意思，看来今天要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。哟，说你瞎了眼，还死鸭子嘴硬是吧？麻烦你看看房底，是不是有几个简体字？试问哪朝哪代的古董是用简体字刻的？王大财，虽然偏底刻有简体字不假，但你却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可知裘老003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裘老？若真是裘老留下的东西，那可非同小可。林小友能让我过过眼吗？好，正想让赵大师帮我长长眼。说完，林天便把猫砂盆递给赵大师。此时的赵大师也认真细致地观察起来。不久后，便连连摇头。小林，裘老2字看起来虽有民国时期的韵味，但除此之外，这东西我横竖看就是个铅盆。喏，我没猜错的话，裘老00310有8九是临摹的。这一次你确实是打眼了，赵大师，要不您再仔细瞧瞧。林天，你质疑我们也就罢了，但业界泰斗赵大师你也敢质疑，你也太狂了吧！就是，连赵大师都说是临摹的，你还在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看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钱都打水漂了还不承认，这种眼力以后谁还敢找他？林小友，莫非有不一样的看法？你若是拿不出真凭实据，今天当着这么多同行的面，你的招牌可就砸喽。赵大师，我查阅过裘老先生的密档，这裘老003确实是民国第1大收藏家裘老的，有他落笔的器面，能是普通的东西吗？起初我也闪过这个念头，可这破盆看其器型根本不像古代物质。赵大师，你应该还没注意到这盆边的裂接缝，如果你留意到，定能悟出奥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内藏乾坤？
他内藏乾坤。没错。就在所有人震惊林天和赵大师的对话之际，林天已经将这盆裹在外面的一层厚铅皮给撕开了。当一只金碧辉煌的珐琅彩金碗展现在大家眼前时，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我靠，猫砂盆里竟然还真藏有东西！快，谁来掐我一下？这晃瞎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我心脏病快犯了！天哪，这是乾隆御用的珐琅彩金碗！谁能想到猫砂盆竟然开出了价值连城的稀世国宝？就在全场所有人都感到头皮发麻时，一位气场极其强大的大叔排开众人，来到林天跟前。我苦苦寻觅的皇家重宝，竟被封在一个猫砂盆里，难怪翻遍神州大地都没有线索。林老弟，我叫金大军，这珐琅彩金碗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我出15亿，希望能赢回失传已久的皇室传家宝。既然是爱新菊宝家的后人，那这物件自然该物归原主。15亿，成交。15亿啊！本想坑这小子10万块，没成想搭进去了15亿的皇家金碗，该死啊！林老弟，你这眼力不该只困在古玩街。3天后，龙腾珠宝有一场古玩玉石联合鉴宝会，我想推荐你去。古玩玉石联合鉴宝会，听起来倒是有点意思。不行，绝不能让这小子进龙腾。只要他翻身，我王大才以后在古玩街就没脸混了。自从猫岩盆开出珐琅彩金碗后，林天的名字传遍古玩街。王大才咽不下这口气，特意守在拍卖会，等着林天再次出手。极品大红袍紫狮壶，价值40万；壶底固定的暗刻决议，价值2亿。极品大红袍紫狮壶，价值40万；壶底固定的暗刻决议，价值2亿。这紫砂壶不但是由绝版的武夷山大红花泥料烧制而成，而且在壶底竟然藏着一代宗师顾景舟的暗刻印记，这简直是国宝级的物体。各位老板，我这把壶是清末传下来的极品大红陶泥料，现在进行拍卖，起拍价40万，欢迎大家踊跃竞拍。这大红袍泥料的色泽看起来确实是温润如玉，难怪现在市面上这么抢手。42万我要了！哈哈，区区42万就想拿下这绝版泥料的老壶，想捡漏想疯了吧？我出45万，我出50万。天哥，这紫砂壶你怎么看？这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宝贝，我们可不能错过了。我出55万。哼，林天真是冤家路窄，昨天忽悠到我15亿的珐琅彩金碗，今天又想来拍这紫砂壶，没那么容易。我出60万，65万，哼，70万。这王老板还真是阴魂不散，竟然撕要着我的出价，这可是价值2个小目标的绝世珍品，区区70万的叫价，慢慢跟你玩。我出150万。看他急不可耐的样子，绝对看上眼了。那我就来狠狠放放你的血，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出150万01块，我出200万，200万01块，250万。这小子疯了吧？这紫砂壶撑死也就值150万，他竟然叫价250万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这你都没看出来？很明显，这小子是看对眼了。王老板这是在故意拿他当猴耍呢。听说他昨天得罪了王老板，以后在古玩街绝对寸步难行。真替这小子感到悲哀。看来你很想要这破壶啊！真是巧了，我恰巧也看中了。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杠到底，没本事就滚回家。好了，我出250万01块。原以为你看出了这是顾景侯的暗刻，现在看来高估你，只是想恶意抬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将计就计。王老板，你什么意思？每次就比我多1块。既然如此，今天说什么也要和你杠到底。400万。看来这傻叉上头了，现在只要再抬一手，准能让他赔个底朝天。我出400万01块。600万。这俩冤大头是杠上了，让我再来添把柴，把火烧旺点。王老板，林天出价600万，请问您还加价吗？若是不加，这紫砂壶可就是林天的了。我又不是林天那傻子，就你这破壶，600万已经亏得底裤都不剩了，你还是赶紧卖给这个大冤歹吧。王老板真够损的。不过多亏了他，让我多卖了几百万。林天600万成交。这紫砂壶是你的了。林天，就你这半吊子水平，我劝你以后看见王老板还是绕路走吧，不然有再多的钱也不够你霍霍的。这是人傻钱多的废物。你们就尽情笑吧。价值2个小目标的国宝，仅用了600万就拿下，翻了30多倍。苏苏，我们走。去找齐大师鉴定。
去找齐大师鉴定。还鉴定个屁！你这壶若是全品，还能值个300万。但你还没留意到，这壶底有一道致命的硬伤。王老板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起来了。这壶底有一道很深的划痕，而且乱七八糟，太破坏品相了，属实是掉价。不仅如此，仔细看就会发现划痕深进壶胎，没有修复的可能，意味着这壶废了，恐怕连30万都不值。王老板果然是行家，这么致命的暗伤都被你发现了，这下林天亏的可就不是600万了。这事传出去，他在古玩界的名声彻底臭了。谁说我看走眼了？这划痕破坏了壶底不假，但这划痕可是出自于顾景舟之手。出自于顾景舟之手。小子，你怕是坑住幻觉了吧？若真是顾景舟的暗客，人家老板能自己拍，早就送拍卖会了。就是，顾景陶可是紫砂界的泰山北斗，他老人家的刻绘向来一丝不苟，怎么可能会像狗爬一样歪歪扭扭？你这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吧？谁说顾景舟的刻画不能狂放不羁了？林天，既然你敢笃定这是顾景舟的手笔，那你敢不敢跟我再赌一把，赌2个亿？哟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希望等会儿别哭。顾景舟的暗刻，那就让老朽长长眼，看看是真是假。居然连齐大师都惊动了，几十年，听说他研究顾景舟的紫砂壶几10年了，这下看林天的火怎么圆！这下看林天的火怎么圆！一碗紫泥可多造化，这壶底的刻字确实是乱七八糟，毫无章法。我就说嘛，若是顾老的刀法，怎么可能会有杂乱无章的划痕？林天，这局看来是你输了。王老板，先听老朽把话说完，或许就笑不出来了。您老是什么意思？这壶底的刻字，相较于顾老其他作品来说，虽显潦草，但却完美契合了顾老晚年的一段轶事。这潦草的刀法，说明顾老是大醉之后乘兴而作，所以才显得狂放杂乱。这就是传说中顾景仇绝迹江湖的醉客壶，真品无疑。天哪！原本我以为他是个被王老板坑惨的冤大头，殊不知他早就看穿了，原来王老板才是那个跳梁小丑。王老板刚刚都告诉你这是顾老的真迹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非要赶着送我2个亿，那我只能笑纳了。造孽呀！2个亿，我的2个亿呀！沙湖一战后，王大才连输2局，却越发认定林天有特殊眼力，于是他暗中跟踪林天，只要林天看中的东西，他就想先一步截胡。天然夜明珠价值150万，明代纯金3足蟾蜍价值800万。天然夜明珠价值150万，明代纯金3足蟾蜍价值800万。什么？这只黑不溜秋的铁蛤蟆，嘴里不仅含着一颗价值100万的天然夜明珠，整个蛤蟆身子更是用足金浇筑的。这要是能拿下，绝对是一波暴富啊！老板娘，你这只蛤蟆打算多少出手？坏了，这么稀罕的物件，难道要被王老板这老狐狸给截胡了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林天这小子肯定也盯上了蛤蟆嘴里价值100万的夜明珠，想在我王某人地盘上捡漏，做梦！这位大老板，我这只3足金茶是祖传招财宝贝，一口价50万，少1分我都不卖。就这么一只生锈的破铁蛤蟆，还用来招财？真敢狮子大开口！别说50万，我看500块收废铁都没人要。老板，你可不能乱说话。这可是我祖父传下来的，你看看这蛤蟆嘴里含着的这颗珠子，这成色，照遍整条古玩街也找不出第2颗。这珠子能有什么稀奇的？我看就是个破塑料圆球。若这是塑料球，我把我的眼珠子抠来赔给你。我把我的眼珠子抠来赔给你。不过嘛，说起这圆球，我孙子刚好缺个弹珠儿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这颗珠子我倒是可以买下来。珠子单卖给你，那我这只蛤蟆不就成废铁了？哼！本来就是废铁，黑乎乎的，谁稀罕要啊？那行，50万你拿走。你老糊涂了吧？一只蛤蟆才50万，我只要嘴里这颗珠子，你也敢问我要50万？然后你再拿着这蛤蟆继续卖，算盘打得挺精啊！可你把最值钱的珠子抠走了，这剩下的蛤蟆我更卖不出去了呀！你可以跟别人吹呀快来看啊！这蛤蟆年代久远，绝对是老古董，说不定能骗个更高的价呢。这位老板，你这不是不讲理欺负人吗？那这样吧。我全当做善事，我出25万把这珠子拿走，铁蛤蟆给你留下继续卖，说不定还能再卖个50万，你不就赚翻了？还不快点谢谢我？这王老板还真是臭不要脸。不过幸好他只看出了夜明珠的价值，却把真正价值连城的蛤蟆留下，真是老天都在帮我。老板娘，25万已经转你账上了，这颗珠子归我了。这位老板，你把珠子强行拿走，剩下的铁疙瘩叫我怎么卖啊？我孙子做手术就差这50万，你现在只给我25万，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老板娘，这只铁蛤蟆25万我要了。小兄弟，你可看仔细了，这是个铁蛤蟆，你确定要花25万买个铁疙瘩？古玩界规矩，
只要出价了，就绝不反悔。25万转过去了。林天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你居然花25万去买一只破铁蛤蟆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整个古玩界的狗都要笑出声来。怎么，你能花25万买一颗珠子，我就不能花25万买一只蛤蟆？哼，估计是看我捡连了这颗夜明珠，就天真的以为这铁蛤蟆也是宝贝。既然你急着送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我手里的这颗玻璃珠可是货真价实的天然夜明珠，而你手里那玩意儿去废品站称斤卖，能花个30块钱都算老百姓善。试问能含着100万夜明珠的蛤蟆，又怎么可能是一块普通的废铁？这小子死鸭子嘴硬，今天非让他倾家荡产不可。王老板可是古玩街出了名的独眼，只要是他过手的东西，从没打过眼。林天这次绝对是踢到铁板了。可不是嘛，25万买块破烂铁已经够丢人的了，要是还敢跟王老板叫板，那脑子绝对是被门挤了。怎么样？要是怕了，就赶紧跪下磕头认错，滚出古玩街，否则我见你一次踩一次。既然你把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，我要是不接下赌局，岂不是让大家看笑话？小兄弟，你是个大好人，这赌可千万打不得呀！我们家传下来最值钱的就是那颗珠子，你跟他赌，肯定要吃大亏的。老板娘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输不了。林天啊，你还是太嫩了，稍微激将一下就上钩，等会儿看你怎么哭。为了防止一会儿耍赖，我们签个对赌协议吧，输的人赔对方10倍估价。只要你一会儿别心疼的背过气来就行。拿来，我签。就在林天和王大钱刚签完对赌协议时，古玩界泰山北斗班的齐大师正好路过。你们2个在街头对赌的事儿已经传进我耳朵里了，需不需要老头子给你们做个见证，长长眼？齐大师，您可是古玩界最铁面无私的，有您来主持公道，再好不过了。您先帮我长长眼，看看我这颗夜明珠成色如何？王老板，你这颗夜明珠简直是大开门的好东西啊，通体凝润，流光恣意。依我看，整个古玩街都找不出第2颗这么纯正的，保守估价在150万左右。听见没有，林天？看来这局我赢了，你那个破铁蛤蟆，估计连我的零头都比不上。不愧是王板，一出手就是100万级别的大漏啊！林天这回连底裤都要赔光了。本来还盼着这好心的小伙子能赢，狠狠打压一下王老板的嚣张气焰，现在看来是彻底没戏了。林天，要是你现在认输，叫我3声爷爷，我可以考虑让你少赔1半的钱。你急什么？我的蛤蟆还没鉴定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你赢定了？齐大师，劳驾你也帮我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一块破铁？此时的齐大师漫不经心地接过林天手中的蛤蟆，就在他刚上手掂量的瞬间，脸色骤然变了。这铁蛤蟆不对劲，林天，听见没？连齐大师都说你这玩意儿不对劲，就是个破铁，看你还怎么装！不，我是说，这蛤蟆如果是铁打的，重量绝对没有这么压手，这手感说不定还真是个惊世骇俗的物件。快拿毛巾来，让我仔细擦擦。齐大师，这就是个生锈的破铁疙瘩，你可别被林天给骗了啊！闭嘴！老朽鉴宝几十年，还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。说完，齐大师拿起毛巾，对着黑兮兮的蛤蟆背部用力擦拭起来。不到片刻，只见黑漆脱落，一只金光璀璨的纯金蛤蟆出现在所有人眼前。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这蛤蟆发出的金光，简直要亮瞎我的钛合金狗眼！这难道是纯金铸造的？我的天！这么大一只纯金蛤蟆，那价格简直不敢想啊！我刚才怎么就没买呢？没错，林天真是好眼力啊！这是一只极为罕见的明代纯金3足蟾蜍，单看这重量和工艺，起拍价最少在800万以上。怎么样，王老板？这场对赌你输了，8000万马上转到我卡里。我怎么瞎了眼，没看出这黑漆底下藏着纯金呢？捡了个150万的芝麻，一转眼居然要赔进去8000万！林天，你给我等着！这笔账我迟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王大才连续喘败，便找到原石坊老板金大牙，想借赌石局毁掉林天的名声。可林天回老家时，意外发现家中垫桌角的黑石头竟另有乾坤。小子，你别看我只是块在老宅垫了10几年桌角的黑石头，我肚子里可藏着极品玻璃种紫罗兰。在老家住了这么多年，竟然都没发现这垫桌角的黑石头居然是传说中的极品紫罗兰原石。这次回老家，真是捡了个大漏。哥，这不是我们家垫桌角用的破石头吗？你把它抱出来干嘛？难不成它还能变成金疙瘩？小夏，这玩意儿可比金疙瘩值钱。这是块极品翡翠原石，
只是外面裹着一层废料皮壳。就这破石头能值钱？翡翠原石的价值全看里面能切出什么，而我们眼前这块，绝对是万中无一的极品。哥，我没见过世面，可别拿我寻开心。走，哥带你去城里开开眼界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林天和林夏来到了城里最大的古玩街，走进了一家装潢豪华的原石坊。刚进门，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店员就迎了上来。这位先生想看点什么料子？你们这儿收原石吗？我这块料子，我估摸着里面是极品紫罗兰，想看看你们老板收不收。什么极品紫罗兰？小兄弟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我是这的老板，把石头拿过来，我长长眼。那老板你可得瞧仔细了。小兄弟，这么大块黑乌沙，你从哪个坑口弄来的？老家屋子里垫桌脚的，放了10几年了。老板拿着强光手电在石头上比划了2下，随后满脸鄙夷地冷笑起来。小兄弟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你别介意。这块石头就是废砖料，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。老板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我这可是顶级的紫罗兰原石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看走眼可是要闹笑话的。笑话，小子，老夫在这条街摸石头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这破石头能出绿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就凭你个毛都没长齐的愣头青，也敢来教我做事儿？既然你不识货，那就算了，我换一家有眼力见的去买。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我们老板可是古玩街大名鼎鼎的金算盘，只要是他看过的料子，绝对不可能出错。那你们老板今天可算是砸了招牌了，这么极品的料子摆在面前都不认识。我看你这金算盘，不如趁早砸了关门歇业。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臭小子，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！今天不让你脱层皮，我就不叫金大牙。小子，既然你这么拽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就赌，你想怎么玩？痛快！要是这破石头切开，里面真的是极品紫罗兰，我这原石坊直接白送给你。要是切垮了，你给我在这当10年免费苦力，外加赔偿我3个亿的精神损失费，敢接吗？哥，快走吧，别理这个疯子，我相信这是紫罗兰就行了，没必要搭上自己。哟，小丫头怕了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是只敢过嘴瘾的缩头乌龟啊！谁怕了？我是觉得你这破店乌烟瘴气的，白送给我哥，我们都嫌晦气。小丫头片子嘴挺硬，我就跟你们死磕到底了。我这铺子加上仓库里的存货，少说价值3亿。你们要是赢了，我当场转账3亿给你们。这下不敢接了吧？老板，玩这么大，看来你是吃定我这石头切不出东西。别废话，就问你敢不敢签？不敢签就承认自己是废物，然后从店里爬出去。哥，他这是故意激你，千万别中他的圈套。话都说这份上了，我要不接，岂不真成废物？好，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垫桌脚的破石头能切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玩意儿。废话少说，直接上解释。签完生死状，一行人立刻来到解释坊。此时听说有人敢挑战金算盘，院子里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同行和买家。这年轻人家里没大人教吗？敢挑战金算盘大师，这下完了，下半辈子都要给金老板当牛做马喽！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不过也活该，让他吃点苦头，就知道这赌石圈的水有多深了。就在众人冷嘲热讽之际，解石机刺耳声戛然而止。紧接着，顺着切口处，一股妖艳夺目的紫光透射而出。紫了，出紫了！我的天，竟然真的出紫了！出紫有什么用？紫罗兰十春九木。等等，这透明度，这光泽，这是极品玻璃种紫罗兰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皮壳怎么可能出玻璃种？随着解石师傅将原石一分为2，整块毫无瑕疵的极品玻璃种紫罗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，全场瞬间死一般寂静，所有人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老天爷啊！这么大体积的玻璃种紫罗兰，这简直是国宝级别的神物啊！再加上那3亿的赌注，这小子是一步登天了。垫脚石能切出玻璃种？不行，我得回村把我太奶奶腌酸菜的石头全砸开看看。哥，你简直太神了，真的是极品紫罗兰啊！金大牙，白纸黑字写着呢，这场赌局是你输了。此时的金大牙脸色惨白如纸，浑身抖得像个筛子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纵横古玩街几10年，竟然把价值连城的极品紫罗兰当废料，还倒赔了3亿。此刻连跳楼的心都有了。老板，刚才可是你逼着我哥签字的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总不会赖账吧？哼，区区3亿，我金某人拿得出来。嫂子，你别太嚣张，你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这行水深得很，我们走着瞧。别管什么瞎猫死耗子，这料子可是绝世珍宝啊！
小兄弟，这块紫罗兰我要了，我出2亿，2亿你也好意思开口？这种极品我出3亿，我出4亿，5亿我砸锅卖铁出6亿，都给我闭嘴！这块极品紫罗兰我龙腾珠宝要了，我出8亿，我出8亿，这是国内翡翠大王龙腾珠宝的董事长龙啸天，他怎么来了？8亿啊！龙董开口了，谁还敢抢？得罪了龙腾集团，明天就得在江里喂鱼了。龙老板真是豪气，既然你开口了，8亿成交，这块紫罗兰归你们龙腾了。林天，金大军果然没看错人，你不只懂古玩，连翡翠原石也有这等眼力。龙腾鉴宝会，我给你留一个首席顾问的位置。连龙啸天都开始捧他了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彻底放不了身。看来只能请鬼眼大师出山了。金大牙输掉3亿后，王大才彻底慌了。他知道普通鉴宝师已经压不住林天，于是花重金请来赌石界泰斗鬼眼大师，要在最后一场交易会上彻底击垮林天。小子，别看我外表像块破顽石，我肚子里可是藏着千年难遇的九龙血玉，起步价至少200亿。小子，别看我外表像块破顽石，我肚子里可是藏着千年难遇的九龙血玉，起步价至少200亿。真没想到，在小小的原石交易会能碰上内部藏着九龙血玉的极品神石，这可是传说中无价之宝，估价在200亿以上。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拿下。各位老板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块帕坎老坑的极品水石，重达5吨，皮革紧实，蟒带缠绕，里面绝对能开出极品玻璃种，一口价20亿，拿走。20亿，钱老板是想钱想疯了吧？这石头表面全是死线，我看连1亿都不值。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，少于20亿绝对不卖。我出5亿怎么样？卖给我吧。5亿？你做梦呢！我这块料子的潜力，懂行的人自然懂。都让开！老夫倒要看看，什么破石头敢要价20亿？什么破石头敢要价20亿？天哪，是鬼眼大师，他可是赌石界的泰山北斗。听说他摸过的石头，连里面有几道裂都猜得清清楚楚。糟了，这老狐狸要是看穿了这块石头的底细，我再想捡漏可就难了。这可真是块百年难遇的极品料子，只要我稍微压一下价格，今天这天大的漏就是我的了。钱老板，你这石头皮壳确实不错，但你看这侧面黑显吃绿，这显恐怕已经渗透到了中心，把玉肉全毁。老夫今天心情好，想赌一把，这破石头白送都没人要，最多10亿，不能再多了。鬼眼大师，您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进价都不止10亿，要不是侧面有显，我都卖50亿了。哼，神仙难断寸玉，老夫说它只值10亿，他就多不出1分钱。老夫说它只值10亿，他就多不出1分钱。我出了这个门，你这块黑心石连1个亿都卖不掉。此时的钱老板听着鬼眼那信誓旦旦的话，额头直冒冷汗，不知不觉掉进鬼眼精心布置的陷阱里。这老东西真够阴险，明明看出了石料的不凡，却利用自己的名气强压价格。他想断了钱老板的后路，低价吞并，不过恰好给我截胡了机会。10亿，我这要把底裤都赔穿啊！买这种高风险的料子还像保本，现在除了我，谁敢接你这烂摊子？我数3数，不卖我可就走了。就在钱老板准备答应时，一个突兀的声音在人群中炸响：“老板，这块石头20亿，我要了。这块石头20亿，我要了。”此话一出，全场死一般寂静。随后，所有人看着一身地摊货的林天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嘲笑声。哪来的小伙？鬼眼都说了，这石头超过10亿就亏，你还敢花20亿买？脑子里装水了吧？我看他就是个想出名想疯了，以为花比鬼眼大师高的价格就能博眼球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这里不是你哗众取宠的地方，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。我感觉这块石头里藏着100亿的绝世珍宝，20亿买下不亏。钱老板，20亿已经到账了。现在这石头归我了，马上就到手的肥羊被这小子截胡了，我弄死你！我鬼眼以后还怎么混？小子，既然你说这破石头价值100亿，敢不敢跟老夫赌一把？哦，你想怎么赌？你想怎么赌？当场解释，如果切出来的价值不到100亿，你得赔给我100亿；如果超过100亿，老夫就赔你100亿。如果不敢赌，现在就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！这小子死定了，鬼眼大师动真格的了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有胆子装逼就接招啊！怕不是要吓得尿裤子了吧？大家别逼他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废物！只要你肯跪下磕头认错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赌就赌，只怕到时候跪地求饶的人是你。小兄弟，你糊涂啊！
鬼眼虽然心黑，但眼光毒辣。我这石头怎么可能开出100亿的天价？你赶紧认个错，别把命搭进去了。钱老板放心，我凌天字典里就没有输字，麻烦叫解石师傅过来。在众人的簇拥下，这块重达5吨的巨石被推上了解石机。师傅，顺着我画的线，从中间一刀切。小兄弟，你疯了？哪有从中间切的？万一里面有玉，一刀下去就全毁了。你到底懂不懂赌石啊？你只管切，坏了算我的。还以为这小子是个高手，原来是个常识都不懂的蠢货。看来这100亿，老夫赢定了。小兄弟，第一刀切出来全是白花花的石头蛋子，别说100亿，这下连50块都不值了。小子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赶紧跪下叫祖宗，然后把100亿交出来！拿不出钱，老夫要了你的命！你们激动什么？石头才切了一半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师傅，继续切。这死鸭子嘴硬，就算能抠出点绿，也不可能值100亿了。那可未必，万一里面藏着9龙血玉呢？一派胡言！9龙血玉只存在于古籍里，就凭你个废物也能切出来？你要是能切出来，老夫把这解石机吃下去！然而，鬼眼的嘲笑声还没落下，解石师傅突然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惊呼，水管冲洗切面，一抹浓郁璀璨的红芒瞬间照亮了整个解石间。红的，是红的，9道血龙纹！我的老天爷啊！真是传说中的极品9龙血玉！这小子到底是人是神啊！解石师傅这声尖叫，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炸开，全场瞬间陷入了疯狂的沸腾。所有人死死盯着那块散发着神圣红光的宝石，眼神中充满了狂热与震撼。鬼眼，你不是说我这是黑心料吗？小兄弟开出价值连城的9龙血玉，你连人家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，以后别叫鬼眼大师了，叫瞎眼大师吧。钱老板骂的对，我们再也不信这个老骗子了，差点被他带偏，错怪这位小兄弟。不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鬼眼，别不可能。按照刚才的赌约，几位老板已经估价800亿了，别磨蹭了，100亿打钱。我刚才要是老老实实花20亿买下来该多好啊！我不仅错过了800亿的血玉，还把自己的招牌砸了。林天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龙腾鉴宝会的首席顾问。既然龙董信我，我一定不会让龙腾失望。龙啸天一句首席顾问，让林天瞬间成了翡翠街最炙手可热的人物。以后林天看中的料子，怕是都要先进龙腾的库房了。那其他珠宝行还怎么玩？不远处的豪车里，赵少听到这话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龙腾想靠一个林天把翡翠街的好料子都吃下，胃口倒是不小。赵少，林天这小子眼力邪门的很，您不用跟他比眼力，只要盯住他，他看中什么您就抢什么。借他的眼，抢他的货，既能劫龙腾的壶，又能打林天的脸。去，跟上来。 9龙血玉一战后，林天被龙啸天钦点为龙腾鉴宝会首席顾问，名震翡翠街。王大才不甘心连番惨败，暗中挑拨赵少盯上林天，准备借赵少之手截胡林天看中的石料。选我，我个头大，我只要200块。切，大有什么用？我虽然个头小，但我价值20亿。这不是翡翠街随处见的黑皮料吗？竟然值20亿！不过这摊位上2块石头怎么差别这么大？不管了，先问问价格，看能不能拿下。老板，你这块大号的石料怎么卖？小兄弟眼光不错，这可是老坑的料子。你若是诚心想要，200万拿走。那旁边这块小的呢？都是同一批货，价格一样。你看你要哪一个？就在林天准备付钱买下时，突然发现旁边几个人一直在暗中观察自己，看着他们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林天立刻意识到，这几个人怕是没安什么好心。林天既然看中了这石料，那必然是好东西。等会儿他选好了，说什么也要从他手中抢过来。这几个人不太对劲，保守起见，先拿这块大石料探探他们的底。大的出肉多，我要这块大的。机会来了！慢着，老板，这块大石料本少爷看上了，我出300万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们想跟在我后面捡便宜，看来以后得小心点才行了。赵少，你没搞错吧？花300万买这么个破石头，要是让董事长知道，怕是要拿你脑袋开屁的呀！你懂个屁！连鬼眼大师都栽在他手里，现在他又成了龙腾首席顾问。我要是不压他一头，以后翡翠街的好料子都得进龙腾的库房。他愿意花200万买的料子，里面绝对是好东西。对，赵少英明，我也听说过这小子，上周随便在废料堆里捡了块石料，转手就卖了几千万。真的假的？那么牛逼？等本少拿下这块石头切掌了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
看着吧。各位朋友，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，你这半路跳出来抢料，不合规矩吧？规矩，在翡翠街有钱就是规矩。我出的价格比你高，那自然就是我的了。既然你不仁，等会儿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这块石料我看准了，谁也别想拿走。500万、800万、1000万。小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劝你识相点，别再竞价了。得罪了我们翡翠街的赵少，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。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。我管你赵少还是李少，价高者得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。行，你有种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钱。1500万、2000万、3000万、5000万。小子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张嘴就5000万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要是等会儿拿不出来，你就死定了。闲吃骡子蛋操心，要是没钱就赶紧闭嘴，别在这儿叽叽喳喳。5000万一次，5000万2次，还有没有老板加价了？没有的话，这块石料就归这位小兄弟了。我出8000万，1亿5000万，2亿，3亿。老板，麻烦你让这小子先咽下资，我怀疑他就是来装逼的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老板，你查吧，免得他们在这里唧唧歪歪的。老板，你查吧，免得他们在这里唧唧歪歪的。好嘞，我这就拿刷卡机过来验资。这后面多少个零啊？小兄弟，您稍等，这台机器额度不够，我进去换台最高级别的。老板，别费劲了，拿什么机器来都得刷爆，你只要看清楚上面的数字，告诉他们够不够付这3亿就行。我在这条街干了30年，头一次见到这么长的余额，这得有几百亿了吧？这小兄弟怎么会这么有钱？老板，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，这小子卡里肯定没多少钱。赵少，您真看走眼了。这位小兄弟卡里的钱，别说买这块石料了，就算把我们整条翡翠街买下来都不成问题。赵少，这小子看来实力不小啊，我们还往上加吗？他既然喊这么高的价格，说明这石料指定不简单。毕竟他赌石还没输过。今天我们就是倾家荡产，也必须把这块石料拿下！可是赵少，我们账上能动用的资金加起来也就5亿了，他要是再往上叫，我们拿什么拼呀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气势上绝对不能输。4亿、5亿。赵少，到顶了，真不能再喊了！别怕，你把你爸的珠宝店抵押出去，我把我爸的产业也全部抵押出去，应该还能凑出3个亿。我就不信他真能为了块石料砸9亿。拼了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只要成功拿下来，这点钱算个屁！老板，我出6个亿，小子，有种你接着跟啊！赵少果然财大气粗，恭喜你以6亿的价格拿下这块大石料。老板，既然他要大的，我就要这个小的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敢跟了？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搞了半天就这点实力啊！我确实跟不起了。不过嘛，我倒是觉得，你们花6亿买的那块大石料，还不如我手里这块200万的小黑石值钱。赵少，这小子什么意思啊？他不会是故意跟我们下套抬高大石料的价，自己跑去捡漏小石头吧？要是真被他套路，我们可就倾家荡产了！少在这乌鸦嘴，现在只能赌一把了，先开了再说。老板，马上给我搬到解释机上切了。好嘞。说完，老板就把石料运到了解释区，并开始切割了起来。半个小时后，赵少用6亿买下的石料就已经完整的被切了出来。当他们看到切出来的面是白茫茫的一片之时，众人见状如遭雷击，呆立原地，整个人宛如石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6亿买的石料怎么可能是块废物？赵少，到我了，好好看着我用200万拿下的石料切出来是什么结果吧。师傅，顺着这条裂给我切。说完，解释师傅便用娴熟的手法对林天那块石料开始了解释。涨了，大涨啊！这是玻璃种天空蓝，这水头最少也值20亿。怎么样？我这200万的小黑石还不错吧？赵少，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，这下不仅亏掉了全部身家，还把家里的产业给搭进去了。想结龙腾的湖，也得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眼力。